稻台鱼排这边啊，把开海捕鱼的第一次外海放网的鱼货卖一下，看今天的这一些鱼货能卖多少钱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打彪哥，现在准备过去捞我们这一趟外海放网的第3个网啊，不是第3个网啊，而是第4个网了，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网了。这个网捞完之后就准备返航回去卖鱼了，而且有点小风浪过来啊，这个网也要加快点速度拉网。网就先不整理了。上来的第一条鱼货是一条香头哦，跟前面的3个网不一样，来了一个八爪鱼。上一个网也是来一个八爪鱼。风浪开始加大了，拉网速度要快一点了。哟嘿，来了一条大香头啊！这条是大香头，这不是小香头了，应该1斤多的。第一条鱼货也是一条香头，不过那是一条小香头。这条香头看起来就又大条又肥了，还挺不错哦。像这一种大香头1斤就可以卖到30几块钱，而小香头1斤只可以卖到20几块钱而已啊，价格相差比较大。这样子看，另外一条也不算小吧。又来了一条小香头哦，去年的香头就比较多，今年上来的比较少。在这一个网的时候倒是来了几条啊，好像前面的3个网加在一起也拉不到2、3条吧。但是这一个网没拉一会儿就上了3条的香头了，现在还算是香头的旺季吧。只是这一个季节小香头比较多，大香头的话要等到天气开始变冷了之后就会多一些。香头啊，学名叫做平头鲷。这边倒是连续的来了几条小剥皮鱼啊。这一趟外海放网应该要捕到了好几十斤小剥皮鱼。前面的3个网加在一起，30、40斤的小剥皮应该是有的吧。然后再加上这一个网，估计要达到50斤左右。泥猛鱼也不少啊，估计前面的3个网也是要20来斤的。前面3个网的鱼货加在一起，应该有个100来斤的鱼货吧，数量不算多，但是也相对比去年的刚开海捕鱼数量要多一些。相比前年的话，应该就差不多吧。这一个网也是连续来了几条小剥皮，又连续来了几条泥猛鱼，连续来的鱼货都不一样啊。你看，这一会儿又来香头了，平头鲷啊，属于鲷科类。像这一种规格拿来香煎一下挺好吃的，而那一些1斤左右的就更适合拿来清蒸。香头虽然价格便宜啊，但是味道其实不差的。拿来清蒸的话，它的肉质还是挺细嫩的。小剥皮鱼啊，每一条肚子都是圆鼓鼓的，够肥的。刚才被海浪打了一脸啊，现在风一吹，整个人感觉好凉啊。泥猛鱼也叫做臭肚鱼，也叫做蓝子鱼，因为它是吃植物长大的，所以肚子比较容易发酵。发酵之后，它的肚子里面就会有股味道啊。处理它的时候，就杀完肚子要清洗干净才行，要不然有的地方会把它叫成臭肚鱼。这边倒是3条小剥皮一起上来啊，3条加在一起就要达到1斤出头了，挺肥的。现在价格不知道怎么样。哟，这里倒是来了一条老虎鱼哦，好像也是今天的第1条老虎鱼吧。前面也一直在说没有老虎鱼过来呢，也算是值钱的鱼货了。老虎鱼的价格就没有什么变化了。价格怎么样？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就知道了。老虎鱼的那个价格都是一直很久不变的。现在也是有个小半筐的鱼货了，网大概也就是拉了差不多1/4左右吧。在现在这种加快速度拉网的情况下，上来的鱼货也并不多。又是一个侧臀鱼，今天上来侧臀鱼这么多的吗？特别是上一个网连续上了4、5个侧臀鱼上来呢。这一个网的第1个。不知道明天后天有没有刮风啊？如果没有刮风，也就是明天或者后天就要继续出来外海捕鱼了。毕竟刚开海捕鱼嘛，肯定也是要连续的出外海捕鱼才收获多一些。近海我们就先不去了。毕竟刚开海捕鱼的大黄鱼价格不高啊，而且数量也不多。如果去近海捕大黄鱼的话，就太碰运气了。
别浪费了刚开海捕鱼的这种大好时光啊！在外海啊，肯定也是哪里渔获多就往哪里去的嘛。这个季节去近海肯定也是没有什么渔获的。哟，大剥皮鱼倒是来了一条哦，这也是今天的第一条大剥皮鱼啊，稀客啊！这条还挺大，应该有个2、3斤的。一条大货鱼放下去，这个框立马就不一样了。再来一条泥猛鱼啊！又是连续的好几条小剥皮一起上来了。哇，这条小剥皮够大条啊，好像这一条就要达到7、8两的规格了。知道今年的小剥皮数量这么多，到时候会不会价格降低一些？去年数量少，价格比较高。前年的话数量也是比较多，一斤可以卖到60块钱左右。感觉今年应该也是差不多这个价格的吧。好像今年的小剥皮个头比较大一点。这一堆网等回去了整理，估计也是要好几个小时的。第3个网拉到一半就开始不整理网了，然后第4个网也是一整个网都没有整理。2个人整理的话，估计要1个多小时呢。1个人整理的话，估计就要2个多小时，接近3个小时了。毕竟网藏得这么乱，而且网上面有一些垃圾还没有解出来呢。但要等回去了整理，还是要等明天再整理吧。呀，真鲷来了一条啊！今天倒是来了好几条这种规格的真鲷，都是这一种1斤出头的真鲷啊，清蒸刚刚好的规格。这种规格的真鲷肉质相对会比较紧实一些，吃起来鱼香味也是比较足的。而要拿来做刺身的话，我就建议要达到3斤以上的拿来刺身，味道就可以。清蒸的话就选择这种1斤出头的最好了。红烧或者香煎的话，大一点倒是无所谓啊。而真鲷可以一条长到10几斤的呢，但是那种规格的真鲷肉质太柴了，不好吃。那种规格的真鲷或许也就只适合拿来做刺身了。这里连续来了2、3条真鲷啊！本来像这一种比较大条的真鲷，要等到差不多天气开始冷了才会多一些啊。今天倒是补上来了，有个7、8条了吧。现在的价格大概1斤也是要有个50块钱左右，差不多。这一个网的香头还是比较多的，这一个网的香头都要比前面的3个网总共的香头加起来数量都要多了。这一条香头也不小啊，应该也是要8两到1斤之间。应该也就剩下1/3的网没有拉上来而已啊，网堆放得比较乱，拉网的速度也是比较快。不知道这一次外海捕鱼能卖多少钱啊？我们也都是有一个传统，就是每年的第1次开海捕鱼放网的钱都分了，就是这一次回去卖，不管卖多少钱都平均分掉，也不会去除什么邮费之类的费用，反正卖了多少钱就3个人平均一起分掉就行。毕竟也是有个3个半月没有出海啊，可能有的地方3个半月都没有收入呢。我们每年都坚持这样子啊，反正从这条船开始都坚持这样子了。邮费的话，等到第2次出海的时候再扣除一些，这种东西问题都不大的。反正最终到手的都是我们自己的钱。加快速度拉网，肯定渔获的数量会相对少一点的。所以这一个网的渔获数量估计也是没有上一个网那么多。4个网的渔获来看，应该是第3个网的渔获是最多的，有个60、70斤渔获，其他的普遍都是40、50斤左右吧。所以这一趟外海捕应该有个200斤出头的渔获。小剥皮应该就有个40、50斤了，光小剥皮应该就能卖个2000多块钱了。加上其他的渔获在一起，应该有个5000块钱左右的价值应该有。关键是没有值钱的渔获过来啊，就上一个网上来了一只龙虾而已哦。海红斑、石鲷、3刀的什么都没有见到啊，也就小剥皮鱼的数量比较多，而且价格比较高一些而已啊。像泥猛鱼、香头什么的都不怎么值钱。今天捕到的泥猛应该也是要50、60斤的。
加急数量比较少一点啦，但是也是要20-30斤应该有。其他的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鱼货了，什么英歌鱼、海鲤鱼、真鲷什么的。等回去卖卖看吧，看总共能卖多少钱吧。就还好这一趟的小剥皮数量比较多，要不然估计都值不到什么钱。而且这一趟也没有特别大条的鱼货上来啊。就一条披肩藤跟几条真鲷算是比较大条的了，还有一条胡椒鲷什么的，好像也是没有什么比较大条的鱼货上来啊，毕竟放的是小网。关键也是这个季节没有什么大货。泥猛鱼倒挺多啊，也是挺大条挺肥的。像这一种规格普遍都是要2条就要1斤左右的规格了。又来了一条老虎鱼哦，黄鲫也来了，好像也就这一个网才来了1-2条黄鲫，前面的3个网好像都没有捕到1条黄鲫哦。黄鲫的季节应该是刚过去了，休渔期的时候正好也是黄鲫的旺季嘛，所以现在的黄鲫数量不多，不过过一段时间就会多一些了。应该剩下的网也不多了，剩下2-3片渔网最多了，网都快把船给堆满了。整整6000米的渔网啊，堆了满满的一个甲板都堆完了。10几米的渔船啊，堆了这么满，你们也不用怀疑，6000米渔网肯定是有的，而且还是放在甲板上而已，船舱里面还有渔网没有拿出来放呢。整艘船能堆的渔网肯定不止6000米，如果连船舱加下去，放个8000米渔网都有啊。所以你们也不用怀疑这艘船是不是能装这么多的渔网。其实6000米渔网已经算少的了，有一些大条的船一般都放10000米的渔网了。不过那一些船的员工比较多，一般要5-6个人呢。人多一点肯定要放多一点网才有钱赚的吗？你想想看，那一些一个人放网了都要放4000多米的渔网了，所以网肯定是有这么多的。可能还有很多的朋友怀疑具体有没有这么多网，所以这次就打消你们的怀疑了。应该也就剩下最后了这么一点渔网没有拉上来而已啊，越拉越轻了。风浪开始加大，拉网的速度也是要加快一点。拉网也就赶紧返航回去了。最后这么一点网还把网给卷了这么乱，2层网一起拉上来的呢。好了，也是终于拉完了，把最后的这个浮漂拉上来就行。然后船就加速一点往回开了。我来开船，然后他们整理一下渔网。船速开得太快，还是有点风浪打到脸上过来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在开船啊，就没怎么给大家拍视频。经过了2个小时啊，终于也是过来鱼排这一边准备卖鱼了。小剥皮比较多，应该能装个2筐，但是小剥皮已经是被预定了。还有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鱼货比较多。第一筐31斤啊，看这第2筐多重，有个16公斤，也就是有个32斤了，2筐就63斤了。还有8爪要跟其他的鱼货一起也称一下，其他的鱼货称起来才90多斤啊，还100斤不到，我以为有100多斤呢，只是种类比较多而已啊。好了，称完重了，准备算账了，看一下总共能卖多少钱吧。小剥皮现在1斤60块啊。光小剥皮就卖了3780块钱了，其他的鱼货加在一起是卖了3000来块钱，加上小剥皮啊，这一趟总共卖了7100块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分钱了，每人差不多也是可以分个2000来块钱吧。开海捕鱼的第一趟收获啊，也就好在这一趟的小剥皮比较多啊，开海捕鱼的第一趟外海放网，收获其实算是挺丰收的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啊，准备回去洗个澡就开始休息了。我是南澳的彪哥，还要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观看下一期精彩的捕鱼视频哦。